男人吐出一口浓痰，正巧落在路过的女孩胸前。女孩叫住要走的男人，让他道歉。男人扔掉烟头，伸手探向女孩胸口，却被女孩不客气地拍掉。男人满不在乎地用袖子将手包住，再次伸手。下一秒，女孩气得一巴掌甩在他脸上。男人愣住了，随后一拳轰在女孩脸上，成功将女孩击晕。当女孩醒来时，却发现男人蹲在不远处。见她醒了，男人不客气地告诉她不要随便打人动手。女孩一口唾在男人脸上。这一次，男人却没有生气，他请女孩喝酒，还把自己的联系方式给了女孩，告诉她可以来拿医药费。男人名叫向勋，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混混，他的工作就是在朋友开的高利贷公司做打手，每天不是在大街上打人砸物，就是带着小弟暴力收账。只有在打人的时候，他心中的痛苦和欲望才能得到发泄。凭借着不要命的狠劲儿，向勋也总是得到最多的奖金。每次老大发工资时，向勋总是将大部分钱交给一个孩子，让他转交给孩子的母亲。原来这个孩子是他的外甥亨仁，孩子的母亲是他同父异母的姐姐。只是不知道为什么，向勋对姐姐的态度十分不好，总是借口逃避她。这天是黑社会发工资的日子，老大劝告向勋，让他不要太过暴力，不要再殴打手下的小弟。向勋对此感到十分不耐烦，于是起身准备离开。老大叫住他，问起了他的父亲。向勋十分不想提起他的父亲，只说已经出狱1个月，就头也不回地走了。晚上，向勋来到父亲门外，他抽完了一整支烟，似乎在思考着什么。最后，他还是进屋狠狠地揍了父亲一顿，嘴里还不停地问着好玩吗？第二天，向勋便又像个没事人一样出现在了街头，把赚来的钱交给亨仁。这一次却碰到了自己的姐姐，姐姐想让向勋回家吃饭，向勋把钱塞进亨仁手里，头也不回地走了。和姐姐见面的向勋心情十分不爽。这时，上次的女孩出现在他身边。向勋大喊着让女孩滚开，女孩不知道向勋为什么生气，这让她有点害怕。两人的声音引来了警察，女孩解释两人是朋友，向勋却暴躁对着警察拳打脚踢。女孩被这变故吓懵了，急忙大喊不要打了，这让向勋想起了他小时候的回忆。男人抽出一把尖刀，下一秒，年幼的女儿倒在了血泊里。从小，向勋的父亲总是家暴母亲，而幼小的妹妹在一次试图阻止父亲时，被父亲失手捅伤。向勋背着妹妹一路赶到医院，医生却告诉他，妹妹在来的路上就已经停止了呼吸。母亲也在慌忙去医院的路上发生了车祸，不治身亡。父亲也因此被判了15年，这是向勋心中永远的痛。从回忆中清醒的向勋被女孩拉走，女孩拉着他在闹市逛了许久才分开。回到家的女孩面对的是游手好闲、总是伸手要钱的弟弟和患有精神病的父亲。她每日白天上学，晚上打工，回家还要洗衣做饭。女孩的生活也是一地鸡毛。这天，向勋的高利贷公司新来了一个小弟，就是女孩的弟弟。向勋带着新人收账，看着暴力殴打欠债人的向勋，新人却害怕退缩了。向勋狠狠地教训了他一顿，让他不要畏畏缩缩。另一边，女孩接到向勋打来的电话，逃课出来陪向勋和亨仁玩。晚上，两人将熟睡的外甥送回家中，正巧碰到了下班回家的姐姐。姐姐再次让向勋留下来吃饭，向勋还是拒绝了，谁料女生却一口答应，还让向勋帮忙安装今天给亨仁新买的游戏机。向勋也想不明白自己为什么要听女孩的话，乖乖坐下来安装。吃过晚饭，两人走在夜晚安静的街上，女孩要求向勋请她喝酒，于是两人坐在路边摊上互相骂着脏话。这时候向勋才知道女孩名叫妍希。随着二人的不断接触，他们的感情似乎也在升温，只是向勋依旧恨着自己的父亲。这天，他拿着挣来的钱狠狠摔在父亲的脸上，父亲嘴唇颤抖地说对不起，这却激怒了向勋，他发泄一般的疯狂殴打着父亲，问他为什么要道歉，向谁道歉。这时门被推开了，亨仁站在门外亲眼目睹了这一切。从这天开始，亨仁再也不理会向勋，这让向勋变得更加暴躁，他把这一切都发泄在小弟身上，这也让小弟心中的仇恨越来越强烈。晚上和朋友吃饭时，朋友又一次劝向勋对自己的父亲好一点，因为就算父亲再混蛋，也比自己这个孤儿强。向勋再次被点燃，表示宁愿没有这种父亲。喝过酒的向勋怒气达到了顶点，他匆匆赶回家，这一次他一定要亲手杀了父亲。男人愤怒的要杀了亲生父亲，却发现父亲竟然已经割腕了。向勋背起父亲跑向医院，时间仿佛又回到了小时候。向勋背着妹妹去医院的时候，向勋祈求着父亲不要死。来到医院，医生告诉他父亲失血过多，需要立刻输血。向勋抓着医生的领子，大喊让
让医生将自己的血全部抽出来，还给这个混蛋父亲。输血过后，向勋又一次叫出了妍希，两人坐在地上沉默地喝酒。向勋不知道，妍希刚刚也是死里逃生。患有精神病的父亲一直怀疑妻子背叛了他，却忘了妻子早已死去。这次犯病，他将妍希当成了妻子，拿着刀想要和妍希同归于尽。妍希绝望地躲在房间内，等到父亲恢复正常，才痛哭着跑出家门。这一刻，两个家庭同样痛苦的人彼此温暖着。向勋躺在妍希的大腿上，第一次问起妍希的家庭。妍希强颜欢笑，说自己的家庭很幸福。两个人说着说着都忍不住哭了出来。父亲虽然救了回来，亨人却依旧不理向勋。向勋在走之前和他道歉，表示自己不该在他面前打人。亨人追出来大喊：“好了，我只想跟你们的人！”这让向勋感到心痛。这一刻，他在心中和父亲和解。不久，他找到朋友，告诉他自己不想再干了，要退出高利贷公司。朋友表示自己攒了一大笔钱，还给向勋存了退休金，打算以后开一个烤肉店。向勋邀请朋友今天去参观亨人的幼儿园汇演，朋友让他收完最后一笔账就去参观汇演。向勋带着小弟来到欠债人家，才发现这是一位父亲带着2个年幼的孩子，两个孩子祈求向勋不要伤害自己的父亲，这让向勋回忆起小时候的自己，他犹豫了。这时，新人却突然出手，在孩子们的哭声中不断殴打着这位父亲。向勋叫停了他，今天不打算收他的账了。就在他转身要离开时，却被欠债人一锤子砸在头上。新人冲上去又一次拳打脚踢，向勋被砸得晕头转向，却还是命令小弟停下。随后他摸着脑袋带着小弟离开了。他没有看到小弟心虚的目光。路上，向勋开始流鼻血，他问小弟有没有带纸，小弟的手缓缓伸向口袋，却掏出了锤子，对着向勋的头猛砸下来，一锤又一锤，发泄着往日被向勋欺压的愤怒。直到向勋奄奄一息，才害怕的独自逃跑。向勋虚弱的眼睛都睁不开了，想着大家还在等他参加汇演，慢慢的停止了呼吸。另一边，直到汇演结束，向勋都没有出现。2年后，朋友已经和姐姐结婚，开启了烤肉店，妍希和他们成为了朋友。几人在烤肉店聚会，在一片欢声笑语中，画面闪回到他们得知向勋死讯的时候，几人哭得撕心裂肺。只是时间是治愈一切的良药，大家都已经向前走了。聚餐结束后，妍希独自走在马路上，看到了失踪已久的弟弟，他正指挥小弟暴力驱逐路边摊儿。这一刻，恍惚间，妍希在弟弟身上看到了向勋的影子，似乎弟弟已经变成了第2个向勋。暴力是会传染的，向勋从父亲那里学会了暴力，他又将这种暴力传递给了小弟，最终也死在了小弟手中。影片的最后，小弟又变成了曾经的向勋，成为了下一个传递者。